去子宫的女性还能过夫妻生活吗？很多人不明白，别再疏忽了。大卫今年39岁，妻子小李比他小2岁，两个人已经结婚快20年了，有一个13岁的儿子。随着二胎政策开放，夫妻俩又动了再要一个孩子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小李如愿怀上了第2个孩子。不过，小李年纪实在有些大了，怀孕这件事对她的身体负荷非常大，整个孕期都十分辛苦，人也变得不爱动弹，很多次产检都没有去做，就这样到了分娩的那一刻。在经历了漫长的生产过程后，小李诞下了一名女婴。不曾想，在接下来的检查中，大卫和小李接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那就是他们的女儿竟然没有子宫。这对夫妻俩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他们这么努力才要的一个女儿，怎么会没有子宫呢？两个人甚至想要给医生跪下了。医生很同情他们，但是也只能告诉他们，当前的医学手段没有办法给孩子植入人造子宫，他们也无能为力。伤心的夫妻俩只能抱着孩子回到了家中。看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想问，子宫这么重要，为什么有些女性先天就没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别急，针对子宫问题，本文为你详细解答。为什么有些女性会没有子宫？这些因素要考虑到。子宫是女性繁衍后代、维持免疫功能的重要器官之一，但是在临床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些女性朋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自己的子宫。像上文中小李的女儿先天就不存在子宫的案例也比比皆是。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女孩先天就不存在子宫，很有可能是因为母体在孕育过程中服用了过多的药物，如孕酮、抗癫痫等药物，这类药物中存在一定的毒副作用。胎儿在生长发育阶段受到这些药物的刺激，子宫发育异常，导致胎儿先天就没有子宫。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基因突变，胎儿在母体中的时候，可能因为遗传、放射线、感染等原因出现了基因突变的情况，这也会导致胎儿先天就没有子宫。除了先天就没有子宫这种情况，还有一部分女性朋友会因为后天的一些疾病不得不切除自己的子宫，造成子宫缺失，如子宫恶性肿瘤、千言不愈的子宫良性病变，治疗后依旧没有效果的产后大出血等。像子宫恶性肿瘤之所以需要切除女性的子宫，是因为恶性肿瘤的生长速度极快，很容易就会扩散到其他脏器，对患者的生命造成威胁。为了减少癌细胞扩散的几率，延长患者的生存期，需要尽早切除。对于千言不愈的子宫良性病变，如果患者的身体已经受到疾病的严重影响，又没有生育的想法，患者也可能进行切除子宫的手术。而治疗后没有效果的产后大出血需要切除子宫，则是因为大出血时间过长，会让患者出现出血性休克的情况，直接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需要及时切除子宫以保住患者的性命。现在大家应该了解了为什么有些女性会没有子宫了吧？但是这又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女性失去子宫后，还可以正常进行夫妻生活吗？会不会对她们的身体造成影响呢？女性失去子宫后还能进行夫妻生活吗？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其实，女性的子宫对于夫妻生活并没有决定性意义。如果这个患者没有子宫，但是存在阴道，且阴道发育正常，她就可以正常的进行夫妻生活。不过，女性朋友如果没有子宫，确实是会对身体造成一定影响。正常情况下，人类想要繁衍后代，需要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受精卵会进入女性的子宫内，在子宫1/3的位置着床，同时形成胎盘。之后，受精卵会不断的生长、发育、成熟，在大约40周以后，女性会将胎儿通过阴道分娩到体外，一个新的生命就这样诞生了。子宫在这段时间是宝宝最初的房子，让宝宝可以在母体内生长发育。可是没有子宫的女性不能为胎儿提供这个生长发育的房子，宝宝不能在母体内生长，这类女性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有些女性朋友可能会想，不可以用自己的卵子与爱人的精子形成受精卵，由他人代孕，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注意，我国法律并不支持代孕，这中间存在很大的伦理问题。这类患者如果想要一个孩子，还是应该选择领养这种方式。此外，女性还会发现自己在切除子宫后，阴道干涩的情况会提前出现，在夫妻生活中更容易出现疼痛感。这是因为女性朋友失去子宫之后，卵巢的血液供给会受到影响，加速卵巢衰老，使女性朋友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大大降低。有学者曾经进行过相关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切除子宫的女性会比同龄人卵巢衰竭的更早，出现重度更年期的几率也会增加34%以上。要知道，卵巢是分泌雌激素的重要脏器，卵巢衰竭了，雌激素也就减少了。一旦女性朋友没有了雌激素的滋养，阴道分泌物也会随之减少。这种情况下进行夫妻生活，自然就会感觉干涩、疼痛。除此之外，雌激素的减少还会让女性朋友衰老得更快。正常情况下，女性在绝经之后才会快速衰老。切除子宫相当于提前让女性进入绝经期，也会提前进入衰老状态。女性会发现自己出现了皮肤状态变差、体能下降等诸多衰老的表现。所以，很多女性朋友在切除子宫之后，会在医生的要求下定期检查体内的激素水平，及时补充雌激素，以免对女性朋友的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当然，这些影响都属于生理方面的影响，其实女性朋友在切除子宫之后，更大的问题是心理方面的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女性在切除子宫之后，生育能力会受到影响，很容易产生自己不如别人的自卑感，还会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再健全，很容易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让患者在术后无法正常的社交、工作。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子宫切除后，如果患者的阴道是健全的，并不影响女性朋友和伴侣进行夫妻生活，但是这个手术确实会对女性朋友的身心健康都造成影响，严重时可能会改变患者的一生。所以对这个手术，大家应该保持相对慎重的态度，和医生、家人做了充分的沟通之后再进行手术。如果大家最终选择进行子宫切除手术，也不要过于忧虑，可以适当进行一些心理干预，帮助自己稳定情绪。另外，女性朋友如果要在子宫切除术后和伴侣同房，还应该特别注意这些事情。女性切除子宫后同房，一定要注意这些事。一、术后3个月以内不能进行夫妻生活。很多患者进行子宫切除术时，伴侣正年轻力壮，对于夫妻生活有着比较强烈的需求。但是手术切除子宫之后，再怎么有需求，也一定要在3个月以后，检查没有问题时再进行夫妻生活。这是因为子宫与阴道相连，如果过早的进行夫妻生活，可能会给阴道残端的切口带来致病菌，造成感染，延缓伤口愈合的速度，严重时可能造成感染性休克，危及患者的生命。所以，女性切除子宫后想要同房，一定要在3个月以后再进行。同时，在同房之前还应该做相应的检查，确定患者的切口已经完全愈合后再恢复同房。二、适当使用人体润滑剂。由于女性朋友切除子宫之后，会更容易出现阴道干涩的情况。为了减少女性朋友的痛苦，避免对阴道造成损伤，建议大家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适当使用人体润滑剂，增加润滑度，减少女性痛苦。市面上的人体润滑剂根据成分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水基、硅基和油基这3类。比较常用的是水基和硅基这2种，水基润滑剂比较清爽，不油腻，不容易引发过敏问题，不过这类润滑剂比较容易蒸发，进行夫妻生活的过程中需要再次补充。而硅基润滑剂主打的是持久，在水中使用也不会有影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人体润滑剂。写在最后，虽然子宫对于女性朋友的繁衍、维持免疫功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女性因为药物影响或基因突变导致先天就没有子宫，还有一部分女性虽然有子宫，可是后天因为子宫恶性肿瘤
千言不愈的子宫良性疾病等原因，也不得不选择切除子宫。不过，女性朋友失去子宫，并不代表她就不能进行夫妻生活了。只要患者的阴道是健全的，并不会对夫妻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切除子宫确实会让女性朋友衰老速度更快，失去生育能力，甚至还会产生心理障碍。对于这类患者，大家一定要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都多加关注。此外，如果患者在切除子宫之后，想要和伴侣同房，还应该注意2件事，分别是手术后3个月以内不进行夫妻生活，以及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适当使用人体润滑剂。这样做可以让女性朋友尽快恢复健康，减少同房时带来的痛苦。